你或许在背地里笑话了我很多次。瞧啊，那个叫做澹台烬的蠢货，你曾经打他、骂他、折辱他，他依旧不舍得杀了你。他甚至想过让你做皇后，像个普通人一样老去死去。澹台烬原本是周国的皇子，但是生母柔妃在生他的时候难产去世，而他撕开柔妃的肚子爬了出来，因此澹台烬也受到了亲生父亲的憎恶。他6岁时就被送到夏国做质子。澹台烬从出生起就是一个人人可欺的皇子，他天生邪骨，没有情思，没有羞耻心。为了活下去，澹台烬受过很多的屈辱，穿过女装，学过狗叫，没有人在意他。在黎苏苏到来以前，澹台烬很惨，唯一感受过的一点温暖是来自叶冰裳的。不管是在周国还是夏国，澹台烬都很惨，工人可以随意的欺辱他，根本不拿他当人对待。娶了叶惜雾以后，叶惜雾每晚都要抽他一鞭子，大冬天的让他跪在外面。后来澹台烬遇到了从500年前穿越而来的黎苏苏，黎苏苏总是在关键时刻救下澹台烬，两人经历了很多生死。黎苏苏也爱上了澹台烬，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。叶惜雾因为小狐狸翩然的帮助进入荒渊，见到了宙神，知道了取出澹台烬邪骨的办法。取出邪骨需要一场梦、一滴泪、一缕丝。当这些都完成后，澹台烬的泪便会化作9枚还魂钉，定入澹台烬体内后，便可取出邪骨。叶惜雾带着使命去寻找澹台烬，而此时的澹台烬正在漠河深处。漠河深处有一只上古神蛟，澹台烬想吸食神蛟来壮大自己的力量，不料却被神蛟带入梦境，同时进入的还有赶来的叶惜雾、叶冰裳和萧礼。在梦境中，澹台烬化身真君明夜，守护苍生对抗魔神，而叶惜雾化身蚌族公主桑九，对明夜一见钟情。明夜在对抗魔神受重伤时，桑九救下了他，两人因此暗生情愫。而叶冰裳化身的前战神之女天欢对明夜情根深重，因为嫉妒桑九而屠灭了蚌族。萧凛化身的桑九哥哥桑佑拼死抵抗，也死在了天欢手里。桑九看着全族被灭，悲痛万分，入魔，变成毫无人性的魔女。她杀死天欢报仇，并用蚌族全族仙髓制成倾世之玉，引来天雷灰飞烟灭。而明夜也因此自责，走火入魔，沉睡漠河。澹台烬因为拥有情思，知道了怎么去爱人，他全心全意对待叶惜雾，想要一生一世跟叶惜雾在一起。他亲手绣了盖头，祈求神佛庇护。而叶惜雾带着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，虽然也在相处中爱上了澹台烬，可是黎苏苏在大婚当日将6枚镇魂钉刺入澹台烬的心脏，因为有护心灵护体，9枚还魂钉只打入6枚，而澹台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悲痛。叶惜雾的背叛让他心灰意冷，原来叶惜雾根本没有爱过他，悲痛欲绝让他入魔，将叶惜雾打入天牢。他把黎苏苏关了起来，把他关在黑暗之中，任由工人欺凌他。叶惜雾在大牢被百般折磨，一心求死。澹台烬想尽办法想从他口中知道真相，换来的却是叶惜雾的冷漠。叶冰裳痛恨叶惜雾，设计让澹台明朗将两人绑架。后来澹台明朗让他在叶冰裳和叶惜雾之间选择一个，他选择了叶冰裳。他那时候不知道这会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。澹台烬为了报复叶惜雾，选择了叶冰裳。叶冰裳心灰意冷，但是为了让澹台烬不入魔道，他用尽全力取出自己体内的仙骨，换出了澹台烬身上的邪骨，然后告诉澹台烬真相。因为他是魔神，唯有取出邪骨才能让他不入魔道，天下太平。成功取出邪骨后，知道真相的澹台烬悲痛万分，原来自己才是一切的始作俑者。倾世之欲的代价，叶惜雾替自己承担了，自己一直被背叛蒙蔽了双眼，所以没有看到叶惜雾为自己付出的一切。叶惜雾临死前说出的真相，是对澹台烬最大的惩罚。叶惜雾临死前对他说，彼此两不相欠，希望生生世世不再相见。澹台烬知道自己错了，但是想要弥补却已经为时已晚。他错了，他不该报复他。6枚钉子一点都不疼，真的不疼。只要他活着，不喜欢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厌恶他又有什么关系？他后悔了，他后悔自己想要报复他。那个和自己一起见过的夏国皇宫、小镇的月亮、浩瀚的江海、世间的魑魅魍魉的叶惜雾不在了。他生来没有情思，不会去爱人，他爱的人彻底离开了他。
叶惜雾和谭台烬两人是注定必异的。谭台烬爱上的是黎苏苏占据身体的叶惜雾，黎苏苏有自己的道心，有苍生要守护，她爱世人，